做 review 车也不容易啊，现在你看，连介绍车都要这样子弯下来看。从一个股分成2个的啦。哇，刚刚 Cherry 不是才发布 Tiggo Cross 咩？最近也不是在红新款的 X50咩？那 Cherry 也不输，赶快呢就给我们看一下 Tiggo 7和 Tiggo 8的 PHEV 啦，有一点卷，我个人觉得有点卷。现在的时代啊，谁的脚步快，谁的价钱美，谁就是王道。Hello， 大家好，我是 Adrian，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来我的乱拍系列了。今天呢 ，Cherry 在马来西亚发布了 Cherry Super Hybrid， 正式在这边售卖它的插电的混动汽车。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2辆，一个是 Tiggo 7的 PHEV， 还有一个是 Tiggo 8的 PHEV。这2辆车呢，在马来西亚都有在卖着汽油版而已啦。这次呢，就加入了拥有的插电的混动的汽车，我们称为 PHEV。用人货来跟大家讲呢，它是可以加油还有充电的这2个，所以在马来西亚还挺算是实用的啊。那么这2辆车呢，其实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试驾，因为它只是让我们媒体 preview。我觉得 Tiggo 7 PHEV 会比较受多人关注，因为价格会比较亲民一点。当然不要忘了还有 Tiggo 8的 PHEV 的。如果你们想看我试驾这2款车，不妨在下面 comment 一下，我尽量能够在近期做给大家就做给大家。那今天先带你们去 walk around preview 看一下这个 Tiggo 7的 PHEV 还有 Tiggo 8的 PHEV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Let's go。Alright guys， 这个就是 Tiggo 7 Pro 的 PHEV Cherry Super Hybrid， 旁边呢会有2个油盖，这个油盖是拿来充电的哈，所以它的电池呢大概是 18.3 kWh， 如果是充满电的情况下，大概可以走90 km 左右，支持40 kW 的快充，还有 6.6 kW 的 AC 慢充。那左边的话，这里就是它的油盖啦。这次的车尾灯呢就跟 Tiggo Cross 啊好像长得差不多，是不是有一点像老虎那种设计哈，虎纹的。然后后面有电动尾门还是一样的。够力喽，怎么办 ？Sexy girl 啊，你们有福利了啊！哦，这次就没有备胎啦。这里有一个传统电箱，还有电池。它的排气管呢，下面这边是隐藏式的，然后后面是多连杆的悬挂设置啦。PHEV 的电池是在下面，重心也是在下面。轮圈呢就跟之前有一点不一样了啦哈，这个长得像电车这样，相信它是可以切风啊，来降低它的油耗。轮胎这是用的 Maxxis 的 Victra Sport 5 SUV 的轮胎，尺寸为225 60R 18寸，前面也是一样的尺寸。看不清楚这个包鱼是到底是多少，应该是半活塞的，没有错的话。这次的前脸呢就有一点不一样了。首先你可以看到它的车头灯呢是来自之前的 Tiggo 8 Pro 的车头灯，2个 L 型的日行的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哈。打开一下这个引擎盖，里面拉2下之后就可以直接打开哦，不用在这边找拨杆啊。我第一次看到有油车会有这样的。打开盖之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副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的缸内直喷的引擎，这里隔壁还有一个电动马达。刚刚我有说了，这是混动的没有错哈。再配上这个 DHD 的这个变速箱，混合底下呢，它可以产生347 PS 还有520个牛顿米的扭力。官方的数据油耗 4.9 L/km， 如果是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呢，走1000公里以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啦。内饰的方面呢，跟之前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首先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雷射的侦测啊，汽油版没有的，它就是会侦测你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打瞌睡啊等等的，这个是之前没有的。方向盘的这些按键呢也是换了，有一点类似像电动车这样的哈，它像触摸式的，可是基本上它是按钮来的啦。这一副呢还是跟之前一样，汽油版这边有陡坡缓降哈 ，PHEV 版本就没有，这里是打开电动尾门还有油盖。仪表方面呢是跟之前汽油版有大大的提升了，汽油剩下多少，电量剩下多少，那你可以去到 Settings， 你可以更换它的主题有2种，一个是 Streamline 就是电子仪表，一个是 Classic。那么进入 Classic 之后，你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个非常精致的仪表，这个是时速表啊，这个是电，按这个按钮的就可以更换它的显示了。
可以看你的动力输出有多少%，界面跟之前有点不一样了哈。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拿到媒体试驾车的时候再跟大家表演啊。这个还是跟之前一样，没有什么太大改变，连它的挡挂呢也是跟之前一样，只是这边少了一个 manual mode 的 button， 所以这辆车基本上是没有 manual mode 的。然后你也没有看到这里有任何的 start button。Chery 的 Super Hybrid 的车呢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的 start button 的。还是一样有全景天窗，比汽油版多了2个 button， 一个是 EHEV， 还有一个是 EV。如果你想要用纯电动模式的话，这辆车大概可以走90公里左右。如果它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它就会自动转回 HEV。所以如果没有电的话，还可以是 HEV 可以用油来充回的啦。驾驶模式还是一样，在这边后面的座椅呢是跟之前也是一样的啦。来带你们看一下 Tiggo 8的 PHEV 的版本，这一次的整个车头都变了哦，这次换上来一个全新的头灯 ，DRL 的日行灯呢完全都不一样的，而且它有动画的哦，在它慢慢亮起的瞬间，它会有一种序列式的感觉，它也是 LED 的一个 signal 灯来的。轮胎这次换上来自于 Continental 的 Premium Contact C 的轮胎，尺寸呢是235/50R19寸，跟之前一样的尺寸哦，前面还是配搭了一个双活塞的刹车卡钳，前麦花臣，后面是一个多连杆的设置。后尾灯的方面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之前的汽油版好像也是长得这样，也是一样贯穿式的尾灯，排气管是假的啦。之前的汽油版是双出的，而且单边呢是有2个 muffler 的哈。PHEV 的版本也是一样有排气管的，可是是隐藏式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一个 PHEV 的版本竟然是没有给这个电动尾门，还是一样可以坐7个人没有错的，有一个电箱。刚刚呢，这里呢就没有得到太大的资讯了哈，所以这辆车应该还是配搭着跟 Tiggo 7 PHEV 一样的1.5公升的涡轮增压 TGDI 4缸引擎，应该动力数据一样吧？他们没有给太多的这个 info， 所以呀，我只能大概说到这边。升级了一个隐藏式的手把，当你锁车了之后呢，就会锁进去了。内饰方面呢，跟之前的汽油版很大个提升。第一点最吸引人就是你看这个门边，还有这个座椅啊，皮革呢就类似像一点阿坎达拉的设计。一般上我们看到的皮革都是滑滑的嘛，那个这个皮革呢就有点粗粗的感觉，摸上去类似像阿坎达拉的那种感觉。我说不出来，我也不懂那个材质叫什么。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它的整个提升很大，你看它的这些按钮啊，这些 quality 啊，还有这个座椅呢，它还是一样类似像 semi bucket seat 的座椅啊。可是这一次的整个形状跟之前长得很不一样了，摸下去的这些软软的，坐下去很舒服，很软的，像奔驰那种感觉，摸下去那种感觉很爽啊。以前的 Chery 很喜欢用那种贯穿式的那个屏幕，这次终于分开2副了，这是我个人觉得很好看的一种哦。哇，看那个荧幕跟之前是不是感觉上不一样呢？这次也比较清晰了一点，之前感觉上就是那种好像给第三方 aftermarket 做的那种荧幕这样。这次的主机呢，你看都很顺畅。里面的气氛灯也是可以更换的，因为没有通电的关系哈，所以我换不了颜色。你可以看到气氛灯这次都隐藏式的非常的漂亮，好像有层次感那种感觉哈。这边的冷气叶片哦，因为这边有一个银色饰板嘛，亮灯了之后你可以看到这边还是有一点反射灯的嘞，是漂亮，漂亮的这个。最大不同就是这里的中控啦，50瓦的快充，还有通风啊。如果这里不够冷，冷气通风还可以吹着你手机没有问题，我觉得2个自备架。如果你上到 Tiggo 8呢，很明显跟 Tiggo 7的整个档次不一样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可以触摸到的地方，很明显用的材料的成本呢都不一样。Tiggo 8当然会比较贵的感觉了，这是它的驾驶模式，还可以换 EV 还是 HEV， 这也是冷气的控制。档挂呢就从中间换上来变成了怀档，好像奔驰一样的。由于之前不是怀档嘛，所以它这里是可以开关灯，这次呢就把它搬到了下面这边，所以这个就是旋转式的。这打开油盖哦，中间这边也是一个很大的空位，可以放东西了。还是一样保留着一个7人座的车，这里有一个小手把，一拉哈，快速的通到后面去，空间跟之前是一样的哈，可以调整前后。几乎都是平的，后面还有冷气出风口，还是要保留一个 Boss Switch。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就没有全景天窗了，可能这辆车还是 R&D 的关系，所以呢，它应该还没有确定它的配置，所以带进来这辆车给我们展示的呢，这辆车是没有全景天窗，也没有电动尾门，可能以后会有，我猜罢了啦。Chery 应该先发布 Tiggo 7的 PHEV 版本，后来才发布 Tiggo 8的 PHEV。的确，你可以看到，因为价格的关系 ，Tiggo 7会比较亲民嘛。我个人觉得 Tiggo 7 PHEV
PHEV 还是的亮点之一啊。经过看了这个 Tiggo 7的 PHEV 还有 Tiggo 8的 PHEV， 你们有什么话想说？可以留言下面给我知道一下嘛。如果你们想看我试驾 Tiggo 7 PHEV 还有 Tiggo 8的 PHEV 呢，不妨也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因为现在坦白说 showroom 也有车了，如果你们想要 test drive 的话，不妨可以找我或者小蚊子了。好了，各位，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希望能够在下一集的 POV 试驾，我想做0到100测试给大家看。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